皇帝病重，东宫急需冲洗，你嫡姐子嗣艰难，你爹终于想起这府里还有你这么个孽障。记住你自己的身份，进了东宫，你就是谢灵的一条狗。若敢不服从你嫡姐的安排，我让你和你那死鬼娘都死无葬身之地。谢颖明白，谢颖定会听从母亲和姐姐的安排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带下去，洗干净了送上轿子。这身嫁衣曾是嫡姐谢灵的，如今我却要穿着它去搏一个生死未卜的未来。我娘曾是丞相府的一等婢女，专门贴身伺候贵人。如果不贪心，她伺候我爹到25岁，就能以贵女的姿态被放出去，做个小官的正妻。可我娘24岁那年，爬上了我爹的床榻。恭喜夫人，苏氏这一胎是龙凤双全。好一个龙凤双全！谢家这些年无子，这头一份长子的名头竟要落在一个奴婢肚里。我娘在那一刻知道，她的好运到头了。谢家的长子必须是嫡子。老爷，奴婢伺候您10年，从未有过非分之想。奴婢求老爷开恩，给奴婢母子一条生路。只要孩子落地，奴婢愿即刻出家，终生拜青灯古佛，永不回府。求爷，准了，产子后你便去吧。他以为自己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殊不知那是坠入更深地狱的开始。可他还是难产死。老爷，苏氏血崩，没挺过来。既然没这个命，便由他去吧。老爷，这孩子从此以后就是我名下的嫡长子。至于这一个，扔进下人房，别碍了我的眼。那个女婴是我。以上这些都是我长大时身边的老奴告诉我的。二小姐，您可知您为异母同胞的哥，那可是就是锦衣玉食，谢家未来的长房嫡子。哦，真是个天生的贱骨头，连亲娘的仇都没反应过。他们以为我会愤怒不甘，以为我会跑出去搞事情，然后被打死给他们添个乐子。我仿佛天生就知道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去越过深渊，那最大的可能便是坠入深渊。我娘当年便是输在了运气，可运气原本也是把握里的一种。嫡母未必恨我娘，她只不过是容不下未来那一点对自己不利的可能。我不恨嫡母，也不恨嫡姐，如果我在那个位置，势必也是会这么做的。因此这16年来，我从未过过一天大小姐的日子。我隐入尘埃，本本分分，倒也平安无虞。直到太子纳妃的消息传来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龙椅上那位啊，怕是快不行了。怕什么？咱们太子殿下的地位稳如泰山，老皇上行不行的，也就是这几日的事儿了。是啊，只要太子一登基，咱们谢府可就是正儿八经的皇后母族了，那富贵才是真的贵不可资呢。可惜成婚数载，肚子始终没个动静，至今还没个一儿半女。听说老爷这几年急得头发都白了，一直背着人偷偷往东宫送那些见不得光的偏方秘药呢。我的嫡姐谢灵，嫡母唯一的孩子，看来她是传承了她母亲子嗣艰难的毛病。虽说太子与她表面锦瑟和文，但皇家哪有不看重子嗣的？太子的心里不可能没有一丝怨气。参见夫人。谢莹，过来。果然如我所料。谢颖，这些年我虽然没把你当小姐养，但也从未真正搓磨过你，你应当懂得感恩，记在心里。旭儿明白，旭儿一直感念母亲大恩。记清楚你自己的身份，去了东宫，你只是你姐姐谢灵的一块垫脚石。若敢，我保证会让你和你那个死鬼娘一样。旭儿不敢，旭儿什么都听母亲和姐姐的。这是我这前半生见过面次数不超过5次的阿爹。带下去，好好梳洗一番。
戴这个。都退下。为父已求得太子纳你为侧妃，进宫后你要万事帮衬你的姐姐，此后你要以家族荣辱为重，尽早生下长子。生下后需将孩子交给你的姐姐抚养。若你诞下皇长孙，为父便把你娘抬为平妻，允许她入谢氏祠堂。是。准备准备，明日便上花轿吧。我在心里默默计算着阿爹说的每一句话，有多少不在我意料之中？几乎没有呢。太子的纳妃礼办得又仓促又隆重，因为要赶在几天内完婚，所以一切从简。更讽刺的是，为了所谓的正妃之礼，我身上穿的是嫡姐穿过的嫁衣，戴的是她用过的凤冠。二小姐，大小姐那件霞袍绣了小字，不合规矩，这是内务谷特意从宫里取来的，贵妃娘娘当年的册封礼服。这样一来，宫里宫外都在传颂太子节俭持家，而我只是这场节俭戏码里的替代品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夫妻对拜，可他眼里没有新婚，只有这场冲喜的交易。妹妹既然进了东宫，便要守东宫的规矩。谢侧妃受教。贵妃的霞帔，嫡姐的凤案，不知道要在这吃人的地方活多久，才能熬成真正的人上人呢？侧妃娘娘，您的名讳已正式写入玉牒，从此便是皇家人了。礼成半个时辰，丧钟响起，这场冲喜最终把老皇帝冲走了。昨日为奴，今日红妆，而明日我的夫君登基了。我就这样猝不及防成了后妃。东宫出来的女人不可能给主位以下的位分，按例我最低也是妃位。我觉得妃位已经很好，嫡姐做了皇后之后，势必不可能让我做贵妃。可册封当日变故笃生，谢氏嫡长女谢灵，知书识礼，端庄柔淑，着册封为皇贵妃。我甚至没来得及把这句话连起来理解。皇贵妃，那皇后呢？谢氏次女谢颖着封为贵妃。尘埃已落定，如今下旨的夫君是这个世界上最说一不二的人。名字写进玉牒，我们很快便从东宫搬进了后宫。嫡姐谢灵住进了长春宫，除了皇后专用的凤仪宫，那里便是后宫最尊贵的地方。贵妃娘娘，内务补已将东西打点妥当，请娘娘过目。你们看着办吧，不必回我。人生的轨迹几度急转，实际上却只不过短短数日的时光。昨日还是下人房里浆洗的奴婢，今日便是这未央宫的主人，身份地位飞跃的惊人，可我却只觉得疲惫。不必等了，今日皇上初登基，这第一晚
定是要去皇贵妃那里的。伺候我睡下吧。我有自知之明，何必在那儿虚耗神情？你们娘娘，这还没到请安的时辰，您这是？贵妃娘娘不通宫中礼数，长幼尊卑不分。从今日起，老奴奉命每日教导。得罪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一个搓磨我的小法子而已。端稳了，1刻钟，半滴都不许洒下来。教导完毕，娘娘请用茶。谢颖，你能活到现在，得到这样的荣华富贵，已经应该满足。守好你的本分，这一切才会真正是你的。娘娘，他们也太过分了，这可是刚进宫的第2天啊！皇贵妃娘娘怎么能……这不算什么，把眼泪擦了，没事儿，别哭。娘娘，您不疼吗？那可是废茶呀！我说的是心里话，比起下人房里那些见不得光的，能让人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安杂手段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嫡母和嫡姐到底是高门贵女，向来看重身份，不屑用阴毒手段。这番折辱，最多不过算是敲打，手段合规。只是不对劲。娘娘，今日还要去长春宫请安吗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嫡姐的封后之路远没想的那么顺利，但当下我不急。在这深渊里，我得先稳稳的活下去。皇上驾临长春宫。新帝登基半月，日日留宿长春宫。他在极力弥补没给谢灵封后的亏欠，只是这份弥补是做给天下人看，还是做给心里的那个人看，可不好说。臣妾给皇上请安，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这半个月，我顶着这副鬼样子，日日不落。我要让他们看见我谢颖有多本分。谢灵说你有气度，朕瞧着你倒也是个本分的。臣妾只想守好本分，伺候皇上。记住，你们谢家只要不僭越便好，朕能给谢家恩宠，也能收回来。撕裂般的疼痛提醒着我，在这权力的游戏里，我只是谢家和皇权搏击的一枚棋子，气度和
皇上驾到！在那之后，齐云墨便时不时召我侍寝。深宫的日子说慢也快。恭喜贵妃娘娘，贺喜贵妃娘娘！娘娘这是喜脉，已有2个月余。有劳太医了。娘娘，苦日子总算到头了。娘娘，这是皇上特意吩咐补给您的。往后内务府若有半点差池，您只管赏老奴大耳刮子。后宫的状况转变得如此迅速，嫡姐的折辱，新帝的默许，在这一个肚子面前，都变成了讨好。娘娘，喝点暖暖胃，小皇子定会喜欢的。笑容多了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登天的梯。但我知道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。恭喜娘娘，胎相已彻底稳固，往后只需静养即可。3个月了，这孩子总算成了我手里最硬的筹码。送去谢府，亲手交到阿爹手上。丞相谢渊大人到。臣谢渊参见贵妃娘娘，娘娘千岁。阿爹免礼，赐座。如今后宫盯着谢家的人不少，你大张旗鼓喊为父进来，到底有什么急事？想问问阿爹，当初承诺的事情何时兑现？谢莹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！阿爹说我得寸进尺，那咱们就来翻翻旧账。当初您亲口说过，只要我做侧妃，怀上身孕，守本分，不僭越嫡姐，您便许我嫡女身份。怎么，如今到了您该表现的时刻，您反倒要翻脸不认账了？逆女，在深宫待了几天，竟学会蹬鼻子上脸了。该嫁的你已经嫁了，如今木已成舟，你又能拿我如何？你娘不过是个卑微的贱婢，她这种身份怎么配将来同我合葬？所以，这平妻之位，阿爹是不准备抬了，对吗？哼，你不过是个贱奴生的种，能有今日的贵妃位分，已是谢家给你的天大恩赐。做人要懂得感恩。你若识相，生下孩子后乖乖抱给你的嫡姐抚养，自己老老实实过完下半辈子。我看在肚皮的份上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无礼。你看，这就是我的父亲啊，在他眼里，承诺是废纸，亲情是筹码，唯独他的权力高不可攀。这是什么？你拿这种小玩意儿出来做什么？阿爹贵人多忘事，不认得了吗？这可是官家专用的扇坠，民间绝寻不到第2件。哼，我当然知道这是扇坠。谢颖，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招？接好了。阿爹，这东西上的香气，您再仔细闻闻。胡闹！这可是御赐之物，你竟敢随手乱扔！谢颖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尊卑？阿爹，您再仔细瞧瞧，这坠子不是您贴身戴了多年的旧物吗？上面的香气可真是浓郁的紧呢。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坠子？谢颖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老狐狸，你终于知道怕了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阿爹，若今晚之前我娘成为平妻的消息没传到宫里，那么贵妃意外小产，皇上丧失元子，而凶手就是藏在您这枚扇坠里的麝香。
阿爹，您在想皇上会不会信，对吗？或许皇上真的抓不到实证，可只要谢贵妃小产，你和嫡姐谢灵一起迫害我，残害皇嗣的种子就会在那位疑心极重的夫君心里扎根。您觉得那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需要多久？逆女，你竟敢拿举族的性命来豪赌！打得好，阿爹这一巴掌倒是打醒了女儿。哎呀，女儿真替您感到可惜，当初您真该多让几个贱婢爬上您的床榻的。如今谢家能送到这深宫里当其棋子的女儿，竟然只有2个。嫡姐谢灵本就不孕，若是女儿这胎没保住，且伤了身子，再难成孕，您说谢家在皇上眼里还能有任何指望吗？一朝天子，绝不可能为了任何一个大臣，哪怕是宠妃，去放弃自己的子嗣。没了孩子，谢家就什么不是。今晚你娘会入谢家宗面，正式抬为平妻，你也会成为谢家名正言顺的嫡次女。谢颖，这滔天的富贵名声都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阿爹既然诚意十足，那便索性再给我10万两银子吧。10万两？你疯了！谢颖，你真当谢家是你的金库吗？阿爹，进了这深宫你也瞧见了，到处都是伸手要钱的主，以后我还要尽心尽力的帮扶阿姐呢。宫中办事处处都是费银钱的地方，您说是吧？好一个谢家嫡女！把这熏香灭了，窗子全部打开。麝香，这宫里到处都是耳目，我哪能真弄到那种东西？不过是一点檀香混了苦果的味道。阿爹平时不用香，闻不出来。我又不傻。嫡女，嫡庶一字之差，在这吃人的世间，却是犹如天堑的差别。阿娘。你努力一生求而不得的生路，爷儿替你走通了，能为你做的便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往后的路，我只需为自己而活。娘娘，谢府送来的私信，指明要倾城娘娘。谢重卫，我的胞兄，那个和我同在一处母胎却有着云泥之别的人。因为嫡母林氏无子，谢重卫刚出生就被抱走，记在他的名下。他是谢家名正言顺的嫡长子，受的是最好的教育，见的是最尊贵的权臣。而我在下人房刷着泔水桶长大，16年来，他从未看过我一眼。我以为他应当是极其看不上我这个同胞妹妹的。他在信里说，他虽然对那个从未见过的生母没有多少感情，却很感激我。感激？我这位名义上的嫡兄，在谢家过得似乎也并不如意。瞧见没？那就是谢家的嫡子，其实身上流着下贱婢女的血，穿得再像个人样，也改不了那股子奴味儿。原来胞兄在谢家一直是受排斥的，顶着嫡子的名头，却日日被提醒流着奴婢的血。林氏不爱他，更不曾护过他。他在谢家想做却不敢做的事，被我这个困在下人房里的妹妹率先做成了。感激吗？在这宫里，最不可靠的是感情，最可靠的是各取所需。既然你想报恩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谢重卫，看来以后我们要常写信了。我肚子里怀着的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母凭子贵这4个字，在这金砖铺地的宫殿里，最是现实。赏赐源源不断，仿佛要将这未央宫填满。姐姐近日身体可安好？老妹妹挂心，本宫一切都好。虽然地位升迁，但我从未间断给她的请安。我们2人如今便是这副模样，淡淡的，看不出仇恨，也谈不上平和。不对，
今日长春宫的气氛太死寂了，谢灵绝不会多表露一个字，但我总觉得不安。真奇怪，这个月的云锦怎么少了2匹？那可是咱们娘娘最喜欢的花色。你小声点，我听内务府的公公说了，云锦都被调走了，说是内务府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一身新的皇贵妃服制。皇贵妃服制？咱们府上那位不是已经有一身了吗？谁知道呢？说是要得吉，所有人都在赶工呢。新的皇贵妃服制。娘娘，您的手！你们刚才说什么？内务府在给谁赶制衣服？娘娘，是内务府说要给您赶制一身崭新的皇贵妃服制呢。是啊，内务府说皇上疼惜您，要给您最好的，这不是大喜事吗？谢灵已经是皇贵妃，她受过封妃大典，根本不需要新衣服，不需要新衣服。如果这衣服是给我的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我才需要越级晋升，穿上这身皇贵妃服制？皇贵妃服制，崭新的。我这种人，连大婚都只配用谢灵剩下的。皇上怎么可能突然转性，给我定制只有正宫规格才能享受的崭新礼服？只有一种可能，谢灵封后，而我加封皇贵妃。可本朝规矩，皇贵妃与皇后绝不可同时存在。他们是要去母留子。皇贵妃服制，谢灵要封后，我便要加封皇贵妃。可本朝规矩，皇贵妃与皇后绝不能同时活着出现。原来如此，我生子之日便是暴毙之时。孩子留给谢灵，让她名正言顺地当皇后，而我只能成为那身华丽礼服下的冷冰冰的尸体。这哪里是赐封的礼服，这分明是送我上路的寿衣。此时我距离生产还剩下最多3个月，时间不多了。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嫡姐一人的主意，还是皇上的默许，但无论是谁，我都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娘的悲剧绝不能在我身上重演。我突然有些庆幸之前讹了我爹那10万两银子，现在看来这些就是我的买命钱。早知道就该多要一些。我开始亡羊补牢似的打通人脉，用金钱为我编织一张能听到宫中任何风吹草动的情报网。这是一场豪赌，我赌不起，也输不起。钱不够了，我立刻又写信给我爹，再要了5万两。我在信中威胁他，若敢将此事说出去半个字，或是断了我的银钱，那等待他的便是一尸2命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一场空。这一通钱烧下去，如石沉大海，却也终于激起了一丝涟漪。一些关于皇上齐云墨的密函，正慢慢向我汇集而来。启禀贵妃娘娘，奴才打探到一些关于皇上的旧事不知。任何事都说。是，奴才从一位曾在前梯伺候过，如今在皇陵守陵的老公公那里买来的消息。他说，原来皇上的确是有过一位心尖上的人。心尖上的人，不是嫡姐，不是皇贵妃娘娘。按本朝规矩，太子在受封后需去边捐历练一段时间。皇上就是在那边遇到了一个姑娘。然后呢？那个姑娘呢？但结局似乎并不好。据说大多数情爱，内务论奏高无上的权力之后，他只隐约记得为那姑娘的名字好像叫明月。明月，难怪皇上登基至今迟迟不愿立后，或许就与这位明月姑娘有关。我没有时间再去像别的贵女一样学什么琴棋书画去讨好皇上，我只有这一次机会，一个能让他心软，让他动摇杀意的机会。明月，你将是我于深渊之中攀出的唯一一根藤蔓。从那日之后，未央宫的药材使用量便大了起来。我没有主动和皇上提及，但每半个月太医院总归是要汇报的，他迟早会知道我夜夜梦魇，难以安眠。月亮，好冷的月亮，大漠，还有浊酒。谢影，醒醒，不必多虑。你刚刚梦到什么了？臣妾记不清细节了，只觉得心口闷得慌，好像在一片很空旷的地方，有长笛声阵阵，还有那塞外的月色清冷如许。你可在梦过人生？人生？臣妾只一一在叹息，说来生若能做我的女儿，应当会是幸福的。只要你足够本分，朕保你在后宫尚有一席之地。
这一胎若是个公主，便由你这个生母自己养着吧。或许吧，但我只知道，我是利用了她的白月光，再一次救了自己，于这深渊之中暂时活了下来。而且我已经秘密托人看过，我这一胎的的确确是个女儿。那夜之后，深宫又恢复了水面一般的平静，就好像从未有过那样的暗流涌动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惠贵妃娘娘诞下了一位小公主，母女平安。朕的第一个孩子，就叫她明月吧。作为新帝的第一个孩子，她被皇上亲自加封，赐封号明月。抱着软软的一团小生命，我第一次有了一些时光静好的感觉。那时岁月漫长，我以为这样小心一些，至少可以安稳度过一生了。想来是怀抱里的温暖让我忘了这宫墙里封死的阿嫂时代的规则，多么愚蠢！我多么愚蠢！我还没觉得自己开始老去时，月儿已经会说话、会走路了。时间来到齐云墨登基的第3年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年春天就要进行第一次大型选秀，充实后宫了。月儿，过来，额娘带你去顿好吃的。好吃的，要和额娘一起。我们月儿还小，这种大补的东西不能多吃，等下陪额娘喝点汤好不好？好。奇怪，今日的燕窝不知为何有一丝丝苦味。额娘不吃，月儿吃，不浪费。快传太医！快传太医！原来人在关键的时候，所有的血液是会往头上涌去的。在清醒与模糊的循环往复里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该死。那毒明明是冲着我来的，为什么最后受伤的是我的月儿？娘娘，太医说了，公主殿下体内的余毒已清，只要好生将养，定能恢复如初。你也大病初愈，切莫再劳心伤神了。心病才是最难医的。月儿是中了毒，而我是中了这深宫的寒。星儿，让你和月儿受惊了，朕已经下令彻查，只是投毒的线索查到一半就都断了。断了？是，所有相关的宫人都畏罪自尽了，死无对证。但朕知道你受了委疏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是朕疏忽了。是谁？为了从今日起，六宫的钱财俸禄相关的事务都交由你来管。臣妾谢陛下隆恩。我本不想与他争，可我忘了，在这深宫里，你不杀人，人便杀你。深渊之前，我不推他，他便会推我。那就下坠吧，总得有个人要先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。小路子，都安排好了吗？回娘娘，都按您的吩咐办妥。这是他应得的，告诉他，只要他把戏演足了，他的儿子我会请太医尽力救治。娘娘仁心，只是奴才不明白，为何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？那毒分明是皇贵妃所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再造一份新的证据。娘娘的意思是，证据可以被销毁，就也可以被再造。本宫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毒是从何而来。大胆刁民，竟敢擅敲登文谷，你可知罪？冤枉！草民有天大的冤情要诉，求见天颜，求陛下为草民主持公道。何人鸣冤？若有半句虚言，惊扰圣驾，定不轻饶。草民状告户部侍郎林大人之子林睿，他因在风月场所与我儿争风吃醋，给我儿下了剧毒。风月场争执也敢明登文谷，下的什么毒？可有物证？有大人请看，这是从那恶少身上掉下来的毒粉，此毒名为千里太医说了，跟大公主毒一模一样。也得查。谢颖，你这个逆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想毁了谢家吗？户部侍郎是你嫡母的亲哥哥，你把火烧到自己家人身上，你疯了！父亲您来了，我没有疯，我只是想让害我女儿的人付出代价。现在天子震怒，大理寺已经封了林府，你姐姐怎么办？父亲，您到现在还在关心姐姐，您是不是忘了我也是您的女儿？险些丧命的月儿是您的亲外孙女，没有事情凌驾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也该做个选择了。现在嫡姐被打入冷宫，母亲和姐姐，你只能保住一个了，还是牺牲您的妻子，保全整个谢家的荣光呢？父亲，您是个聪明人，该怎么选，您心里有数。娘娘，成了。说，今日早朝，丞相大人在金陵殿上，当着文武百官和陛下的面，自己摘去了官帽，叩首谢罪。我那个精明至极的父亲，到底还是我宫里很多瓷器，却也留下5万两银票作为赔偿，更用实际行动彻底导向我这边。
臣教期不严，致使内危生乱。臣妻林氏品行不端，擅妒成性，更有谋害皇嗣之嫌。臣今日自请休妻，请陛下恩准。林氏品行不端，以一家法休妻并陈堂，尸身丢入乱葬岗，永不入谢家祠堂。一个贤字，撇清了所有关系，也保住了姐姐，这才像该有的代价。娘娘，这是相府传来的消息，夫人她……娘，不可能！爹怎么会？怎么敢？娘娘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你看，这些顺风顺水的贵女们，即便到了这个地步，还能分出精力去心疼亲人，而深渊里的我的母亲，只是为了自己能活着，就已经用尽了一生。我在下人房里，只是为了不被欺负，全力长大浙北，就几乎用尽了所有气力。姐姐，我们的路从一开始就不一样。嫡母死后，姐姐一病不起，自此我在后宫开始一路高歌猛进，更免出离秀选迷不响的玉欢的远修。我第一次以贵妃之位陪同皇上主持大选。妹妹们不必多礼，只是本宫近来身子乏，恐不能时时提点你们了。太医说本宫已有3月身孕，须得静养。恭喜贵妃娘娘，贺喜贵妃娘娘！赐我陛下号讳，并下旨6宫事宜尽由我掌管。听着，贵妃若有任何闪失，你们所有人都提头来见。我爹给的那张方子的确很管用，为了保住这唯一的皇上子，皇上给了我前所未有的保护。生子的过程漫长而艰辛，但这一次再无人敢动任何手脚。恭喜皇上，贺喜娘娘，是位皇子，是位健康的皇子啊！好，朕的皇长子就叫蓝辰。重重保护中生下了大皇子蓝辰。此后，我爹每年稳定给我提供10般的银子，送进我的未央宫。胞兄谢崇卫参了军，在我财力的暗中支持下，军衔也开始慢慢变高，已经可以从无人独千人的满员。除了没有皇后，这后宫，而我的好姐姐越发的缠绵床替，鬓骨之灵，一切都仿佛走到了我想要的境地。直到那一年，月儿长大了。娘娘，大喜！边关800里加急密报，谢将军再立奇功，一举收复燕北3城。皇上龙心大悦，以下圣旨，晋谢将军为正3品昭武将军。知道了，传信给哥哥，让他小心行事，不可冒进，根基稳固才是最重要。奴才遵旨。谢家的荣耀终将由我们兄妹亲手夺回。另外，长春宫那边传来消息，皇贵妃昨夜又咳血了，太医们私下都说，恐怕是油尽灯枯，时日无多了。是我亲手种下的。传话太医院，皇贵妃凤体骨乃国之忧心，让他们务必用最好的药材精心照料，万不会可有失误。是，娘娘仁德宽6宫拜满。月儿、蓝辰，额娘会为你们铺好这世间最平坦的路。小美人儿，好什么？来，陪大爷乐呵乐呵。救命啊！放开我！娘娘，是苗疆的使臣，近来他们在宫里越发无法天了，娘娘有所不知。皇上那边就苗疆又发动突袭，国库空虚，朝堂上主和派占了立方，皇上也是有心无力啊。江山岌岌可危，我自知后宫不得干政，便只能在宫中行节俭之风，希望能为国分忧。可没想到，换来的却是敌人在自己家里横行霸道。娘娘，出事了！相夫宫的理财人方才被苗疆使臣拖进了屋里，后来皇上下了密旨，让奴婢去送了置酒。这已经是我亲手处理的颜面，被玷污的低位妃妾只能被秘密赐死。一股巨大的无力感逐渐充斥在整个皇城。我总存着一丝侥幸，觉得我这样的高位风波终究波及不到我。可我忘了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。他全程都盯着我的月儿，我那尚未及笄才10多岁的月儿。额娘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她的眼神好吓人。没事，月儿别怕，她只是没见过我们中原的仙女罢了。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，像冰冷的潮水，瞬间淹没了我的心脏。不会的，她不会那么残忍。月儿也是她的亲生女儿，是她亲口册封的明月公主，她绝不会的。月儿睡了。她今天吓坏了。阿莹，真没有办法。什么叫没有办法？齐云墨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三王子点名要月儿，只要今年让月儿去他的侧妃苗，就保证15年内不进犯我朝边境。15年和平，用我的女儿去换，她才多大？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明明知道。这都知道。你有苦衷，我知道。可月儿刚刚才击毙。阿莹，这何尝不是？可他们不肯不想，不肯等。
还会有孩子的，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孩子。齐云墨，你的王权富贵就那么重要吗？重要到可以牺牲自己，牺牲骨肉？你告诉我，你们帝王有心吗？你们到底是不是肉长的？阿影，你太放肆了！放肆！齐云墨，我都要被你亲手送入虎口了，也绝不会让玉儿去和亲。来人，惠贵妃言行无装，神思恍惚，即刻起，锁未央宫3日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给朕好好照看。齐云墨，你敢？你为了一个畜生要把我关起来？放开我！齐云墨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3天，整整3天了。月儿，我的月儿，你到底怎么样了？贵妃娘娘，请回吧。娘娘，别白费力气了，皇上有旨，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放我出去！齐云墨，放我出去！月儿，娘来救你了，我的月儿。贵妃娘娘，接旨吧。皇上是肯放我出去了吗？是要把月儿接回来了吗？特追封明月公主、护国公主，赐惠贵妃黄金10万两、绸缎千匹，以慰哀思。钦此。追封，我的女儿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用追封？她还那么小，她只是去和亲，怎么会追封？娘娘，节哀顺变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您还要往前看。您好好养养指甲，以后您还会有公主。您永远是皇上心里最重要的人呐。最重要的人。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为了让他活下去，我把他变成了他心上人的影子。我以为那是这世上最坚固的护身符，可结果呢？他还是毫不犹豫的让比不上他那至高无上的皇权吧。既然他觉得孩子是抬手就能有、挥手就能送走的存在，那他就不配再有孩子了。他什么也都不配有。臣妾惠贵妃接旨谢恩。娘娘，您今夜真美。是啊，我开始打扮自己了，用这副他曾经迷恋的皮囊，为我的月儿讨回第一笔血债。陛下，再喝一杯嘛，这可是太医院新进的大补之物。好，还是惠贵妃懂朕的心，知道朕辛苦，找来这么多美人为朕解乏。能为陛下分忧，是臣妾的福分。没用的东西，真是扫兴。妹妹，快起来，小心身子。陛下最喜欢和有孕的女子玩闹了，只是他总控制不好自己的力度。你看，上个月流产的李昭仪就是这么不小心呢。妹妹可要相心啊！你不是觉得孩子可以随意牺牲吗？那我就让你再也见不到你的任何一个孩子出生。臣妾参见陛下。不是说了在议事吗？退下。你是谁？臣女苏氏明月，参见陛下。明月，真的是你吗？阿月，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容貌相似之人。陛下，这是臣妾为您寻来的新人。臣妾偶然得知苏家有女，闺名明月，容貌更是与故人相似。臣妾想，或许她能为陛下排惨忧思，了解寂寞。都退下，全都退下！好，封，这样封你为贵人，赐号就赐号为月贵人。启禀皇上，皇贵妃谢氏于昨夜子时崩了。你来做什么？这里是朝堂，退下。臣妾恳请皇上追封姐姐为皇后。这样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臣妾知道，姐姐是您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她陪伴您走过前底岁月，劳苦功高。准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惠贵妃谢氏性行淑均，克贤于内，柔嘉为则，册为皇贵妃氏。皇三子兰臣天资聪颖，人品贵，甚孝朕兄，立为皇太子。钦此。臣妾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雪儿，如今灵儿去了，你又成了皇贵妃，兰臣也当了太子，以后朕只想和你安安静静的过日子。若能再生个一儿半女，便再好不过了。皇上说什么便什么，臣妾都听您的。该死，定是近日国事繁忙，累着了。
皇上龙体要紧，切莫动气。是臣妾不好，往后臣妾不再让皇上操劳便是。没有多久啊，他就知道了，知道他已经快要不能人道的事实了。800里加急，北部急报，蛮族部落骤然发难，连破我3座城池，兵锋直指雁门关。国难当头，恳请皇上御驾亲征，以安军心，以振国威。恳请皇上御驾亲征。放肆！朕乃万金之躯，岂可轻易涉险？我大齐猛将如云，难道离了朕便无人能战了吗？皇上，夜深了，喝碗参汤暖暖身子吧。都给朕滚出去！皇上，臣妾听闻北境的风光与京城迥异，那里有大漠，有孤烟，还有数不尽的明月。臣妾在想，边关的故人应当还在等你吧？可惜他竟然听进去了。人到中年，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我看不透。皇上若决意亲征，臣妾愿侍奉左右，为您分忧解劳。您在哪儿，臣妾就在哪儿。传朕旨意，朕要御驾亲征。大帅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腿断了，快接管指挥，守住战线。守住阵线。谢传位，全军听令，死守！妹妹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辛苦你了。为了母亲，为了月儿，为了你，万死不辞。当虎符捏在胞兄手里的这一天，我端着一碗血宴，来到了齐云墨床前。启禀娘娘，皇上后脑处有淤血，恐怕就是这2天的事儿了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没有本宫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。陛下，该用药了。这血宴是臣妾亲手为您炖的，能补补您的身子。是你这个毒妇！朕的身体是你做的手脚。谁敢对您说什么不敬？倒是您自己不爱惜龙体，沉溺于美色，才贱人，你怎么敢？朕是天子，你竟敢弑君！我怎么敢？那你呢，齐云墨？你怎么敢送自己的女儿去死？月儿刚极力，她是你唯一的敌，你把她送去和亲，让她惨死在蛮夷之手的时候，你怎么就敢呢？你下去之后见到月儿，你就不怕她为你为何如此狠心吗？这和你不同，朕为的是江山社稷，你怎么能与朕相比？与你相比？是啊，我怎么能与你相比呢？我们来比比看，论出身，你的母亲只是一个不得宠的嫔妃，而我的亲姐姐是你的发妻，是这天下最尊贵的皇后。论名声，荒淫无度的昏君，而我被称颂的贤妃。论江山，你的父亲只给你留下一个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的国度，而我的胞兄他留给我的将会是一个四海沉浮的盛世江山。还有你的女儿，她用她的死换来了你的苟延残喘，换来了我复仇的决心。你告诉我，你拿什么和我比？齐云墨，所谓帝王，到头来不也是一场空吗？月儿，娘亲为你报仇了。定律元年，太子齐兰臣登基，改元听江建昭，还请陛下降旨垂帘下听政。你这是何意？是说老臣识人不明吗？陛下，此事关乎朝局安稳，不可再拖。国公爷好大的威风，这是在教陛下如何？参见太后娘娘。太后，老臣只是为陛下分忧。为陛下分忧？我看是想将这朝堂变成你谢家的天下吧。本宫念你是初犯，多次提笔，你却屡教不改，越发变本加厉。臣绝无父子心啊！你有没有？本宫心中有数，众臣宫也有数。在本宫面前，只有君臣，没有妇女。杏儿，来人，太后，我将他拖下去。好个狠心的丫头！早知今日，当初就该将你和你那贱人娘亲一同。有刺客保护国公爷！你们是谁？我是当朝太后的父亲，你们敢动我，太后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太后的父亲，我们杀的就是太后的父亲。国公爷，安心上路吧。你们的，启禀太后，刚刚从驿站传来急报，谢元大人在告老还乡途中，不幸遭遇马匪劫杀，轰了。知道了。父亲一生为国操劳，如今却遭此横祸，实在令人痛心。传哀家懿旨，让陛下追封他为亲王，以亲王治理后葬，万万不可寒了天下臣子的心。奴才遵旨。儿臣参见母后。是臣儿来了。今日不是要和太傅议事吗？怎么有空到母后这里来？母后，朝中大臣们近来总是催促儿臣早日大婚，立下皇后，以安天下臣民之心。这是应当的。皇帝大了，可以心中诺道长。哟，她是孙女的姑娘，
儿臣想立他为后。你喜欢那个姑娘吗？喜欢，儿臣很喜欢她。那样便好。